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，何妨此花拼凑明天？谁带我寻获幸福的梦，却自己迷中困锁？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？心无石墨顽强，思念如烟，它飞舞舌尖。若是真爱配着几分苦甜，欲念婆娑，时间里推磨，追随到何处才结果？烟雾正现，在晴空风边，肌肤女后将眼泪坠点，誓言斑驳，请我自是经过，风雨中且让我一步而挪。哥，你不需要再给人杀猪，兄弟们不用再打打杀杀，我们可以做生意赚钱，我们赚的比收保护费、敲诈多好几倍的钱。卖芋头糕、木手糕，养活不了那么多兄弟。这生意一定要做得大。山上有好多燕子窝，你看我还采了好多燕窝。有了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一个不少。还少一个。谁？被爸爸过了家。大傻，过来啊！哦，哇，月娘，好多人哦，你请客啊？是啊，我请大家喝甜汤。来，大家边吃边谈。啊，兄弟们，尽量吃啊，不要客气啊。对，不客气。来，香的。哇，好吃！月亮大妹子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把这叫椰汁渣渣，把剩下的番薯、芋头、薯粉、椰浆煮成一锅就成了。单是一种材料，吃着单调，可是掺在一起，口味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就像要靠自己一个人，能做的事有限，可是兄弟们一聚在一起，同心同力，能干的事就多了。你们跟着我哥那么久，也不能说散就散。可是靠打打杀杀收保护费也不是长久计划，人家看到你们表面上是恭恭敬敬，可是在背后却吐你口水。看不起的不只是你，连家人也受累。可不是，我老婆大肚子，就有人在背后咒我孩子没有屁眼。哎，你老婆昨天不是生了吗？生了，还有屁眼。真有理啊！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要干也应该干些光明正大的生意，赚正正当当的钱。将来成功了，跟家人走在路上也可以抬头挺胸。那些有钱人跟你们一样，一个头、两只手、一双脚，他们能致富，你们为什么不能？要赚钱，要致富，就一定要冒险。你们敢不敢？敢！我们都听刀哥和月亮大妹子的，你们兄妹要我们干什么，我们就干什么。对，说得好。对，好，大家先叫大傻哥。大傻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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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傻哥。你叫我大傻哥。月娘，我是大傻哥。大傻哥跟燕子做了朋友，燕子飞到哪里，他就能跟到哪里。燕子在山崖的岩洞里做了很多窝，洞燕是珍贵补品，只有有钱人才吃得起。你们跟着大傻，
采集燕窝，数量一大，我们就能够运到新加坡去，直接卖给燕窝商，少了给中间人赚一笔。这门生意做成了，大家都有钱赚。不过，燕子在山上筑巢，稍有闪失就是一条命。你们是拿命去搏，如果有人不愿意，绝不勉强。富贵险中求，谁怕谁就是缩头乌龟。对，我们就不做缩头乌龟。对，我们当什么缩头乌龟？我们不当乌龟，我们当椰子渣渣，好吃。好，那就多吃一碗，我帮你称。哎，老公，尽量吃，不够的话，我叫我妹子再煮。来，好。玲姐，少爷，你给希儿喂什么？药。药？这是什么药？拿来。你们又给希儿喝这种东西？这是太太吩咐的，说神婆交代。神婆就会装神弄鬼，再不准给希儿喝这种东西。马上给我到了。可是还不去？哦。怎么这么烫？那就算了，等他走了之后再让希儿喝吧。知道了。玲姐，叫阿黄准备车去医院。你干什么？你不能送希儿去医院啊！你怎么可以私自做主啊？万一希儿有什么事，怎么跟妈妈交代？妈妈是不让希儿去医院的。走开！什么事啊？大哥，他私自做主要带希儿去医院呢。可是妈妈说过，是不能让希儿离开家门的。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大哥，希儿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再不送她去医院，你这个儿子，你这个女人，再不给我走开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你口口声声说这个女人那个女人，在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婆啊？没有，滚开！朕，你昏了头了，昏了头的是你，是妈妈。妈妈老了，糊涂了，你跟她一样糊涂吗？大哥，让她去吧。少奶奶，这是何医生开的补血药。他说你贫血，所以走路会晕。妈，我不嫁那个人，我绝不。好，你吃了药再说。你答应我，我不要嫁那个人，我不要。听话，先吃了药啊。我不吃。你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好？就当妈求你，你不要再闹了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除了嫁给他之外，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呢？妈，我可以去修道院的，我可以去跟玛利亚修女的。你说什么糊涂话？嫁给罗伯章有什么不好？他的父亲查理章财雄势大，他呢也算是年轻有为。为了这婚事，他也让你爸拿到米兰的代理权。加入张家之后呢，好好当人媳妇，这样你爸跟你哥都会沾你的光。二小姐，你就听少奶奶的话，把药吃了吧。这药掉在地上还能吃吗？快倒2颗出来。是啊，少奶奶。听话，把药给吃了啊。桃姐，帮我倒一杯水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这就对了，女孩子横竖都要嫁人，把身体养好，不要当个病新娘，让夫家嫌弃啊。
葛小姐，水。吃了药之后，好好休息。我先下去了。桃姐，什么事啊？你帮我一个忙，帮我去找月娘姐，你跟她说我的事，月娘姐一定会有办法帮我的。好。兄弟，没事的，撑着点。怎么了？天空为了铲燕窝，不小心扭伤了脚，脚肿得厉害。不过还好，没摔下山。快扶他过去吧。来，小心点啊！痛！先坐着，好好休息一下啊。我采了去肿草药，冲烂了敷上，过2天就没事了。谢谢。哥，我煮了红竹叶水，你们都喝一杯，再带过去叫大家喝去暑。月亮大妹子，你真厉害！我们上山来可是吃的喝的一点都不缺。只要有土地，就不会饿肚子。我还采了野菜，挖了木薯、番薯，今晚就吃野菜饭。好，最好现在让我遇到一头山猪，那大家就有山猪肉吃了。刀哥最行。哥。大嫂说，另一个山头有更多的燕窝，大家想过去，来个满载而归。好啊，带来的米还能够吃2天。我再采些野菜，挖些芋头、木薯，你们打些野味，维持3、4天应该没问题。那好，那我们采完这山，就过那山。怎么了？明天就要结婚了，还愁眉苦脸的。美玉姑姑打电话来说，她已经进了医院，就快病死了，还说明天的婚礼照旧举行。如果她出不了医院，那我就得跟一个小孩子拜堂了。小姨，你还有心情笑我？喂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去跟爸妈说，我不嫁给一个快要死的人。你这个时候反悔已经太迟了。你也知道这场婚事办得这么匆忙，就是让你快点嫁过去冲喜。换句话说，你的责任大得很，你是要去救他的。笑话，我又不是医生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嫁给他。谁要嫁给一个快死的人呢？千算万算，还是便宜了玉珠。那个 Robert 这样怎么说，也是个留学生，家底又厚，样子也不错。可是听说老头子查理章风流成性，起码留了10个种。陈家就不一样，就承袭一个后代。你要独占，还是要跟10个人争啊？可是他要是死了，我就是寡妇了。当寡妇有什么不好？要是你一进门就当寡妇，陈家对你有亏，敢亏待你吗？到时候你就狠狠地刮他们一笔。如果他们出手不够大方，你就一状告上法庭。到时候你就是富婆了，男人真正要娶你都来不及了。记住，今时今日，女人不再是弱者。女人不但能牢牢控制住男人，也能控制一切。
珍珠啊！乌金照传统是由新郎来先开的，要是让人看见了，那还得了啊？哪来的新郎啊？你没看到我刚才是跟一个小孩拜堂吗？穿成这个样子，又重又热又丑。你现在已经很好啦，以前的新娘穿的更多，戴的更多啊，光是贴身的竹片衣就够重了。那是以前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？有谁结婚不是穿婚纱的？就我穿成像古董一样，给人看笑话。洋人的婚纱一身是白，老人家不喜欢，更何况现在家里有个病人，就更忌讳了。我跟你说件事，让你心里有个底。你不要告诉我那个晨曦完蛋了。是医院打来，说希儿现在的情况危急，叫家人快赶去。真的那么倒霉，一嫁过门就成为寡妇？你呀，嘴巴收敛一点。这些事啊，大家都可是瞒着妈妈的。好了，我外面还有很多事忙，不跟你多说了。你会不会念经啊？念什么经啊？念经为希儿祈福啊，希望她大步跨过，可以平平安安回家。我不会。你就念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吧，啊！可是我很累啊。珍珠，现在希儿是你的丈夫，这个香火绝对不能断，要不然你这一生的幸福就完了。听话。要是他们救不了希儿，我就把这间医院告上法庭。沈，你冷静一点。亏你还这么冷静。我觉得怎么样？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。大家喝多点凉茶。越南大妹子，你真厉害，用竹筒煮饭，又香又好吃。不给你们换些花样，你们很快就吃腻了。爷娘啊，大家都商量好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就过另一个山头。都出来好几天了，你们不累吗？不累，不累。才多人一窝，回去娶老婆。我也要娶老婆。你也要娶老婆？哇，你个大傻，想要娶老婆，想要流口水啦！阿妹，你怎么一直呆呆的望着天空啊？没什么。你怎么不吃饭啊？我不饿。是不是生病了？不是。那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采的燕窝不够多？那我们明天再采多一点。不，哥，你不要乱猜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心觉得怪怪的。怎么怪怪？是不是觉得有什么毒蛇猛兽出来？那好得很，
等我把他们宰了，让兄弟们烤来吃。不是，我忽然想起那个晚上。哪个晚上？那个晚上，我爸爸死了，娘娘也死了，天空也挂着这样的月亮，我的心就像现在一样，怪怪的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我心里离开。你是不是很累？你睡觉吧，月亮在你身边守着你，不让坏人欺负你。谁带我寻获幸福的魔，却自己迷中困锁。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，心无时梦。阿妹，你干什么？祈祷。祈祷？祈祷我关心的人不要离开。一面婆娑，时间里推磨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哎，大家不要吃了，不要喝了，全部站起来祈祷。祈祷，祈祷，全部人像我阿妹一样祈祷。祈祷什么？祈祷我阿妹关心的人不会死。关心的人是谁？我怎么知道是谁啊？总之，全部人站起来，闭上眼睛，对着月亮祈祷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让我思念如烟，它飞舞舌尖。若是真爱配上几分苦甜，一念婆娑，时间里推磨，追随到何处才结果？烟雾正现在晴空风边，肌肤女后将以泪坠点，誓言斑驳，轻舞自是经过。我想你。月娘，月娘，月娘，你去哪里啊？月娘，月娘，你在哪里啊？月娘，你回来吧，月娘，月娘。
月娘。坐坐，喝茶。乖。起来。珍珠啊，委屈你了。坐坐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就是为晨曦祈祷。希望他快点回来伺候您，一家团聚。希儿他怎么样了？妈妈放心，希儿的病一天比一天好，圣一直在医院陪着她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圣，你回来正好，公司有点事需要你去处理。大哥，希儿她……希儿怎么了？妈妈，希儿一夜之间好了很多，连医生都吓了一跳。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况，她的烧退了，醒来看到我，叫了一声小叔，他认得我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珍珠啊，神婆说的没错，你真是给陈家带来好运。一进门，希儿的病情就好的那么多了。不是他，是月娘。圣，你是不是一大早又跑去喝酒，又在胡说八道？种话连篇。珍珠，陪我到祠堂上香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年纪都不轻了，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，也不为珍珠想一想。你们私自做主，把珍珠娶走，希儿到现在都还不知道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怎么跟她交代？而你的婚姻，自然是由长辈来做主。这段婚姻已经成了定局了。还要等多久？我们都已经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了。爸，人家个人事忙嘛，再等等吧。忙，根本就是在摆架子。如果今天换成是高官巨富啊，他们父子俩早就已经到了。来了。哎，查理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迟了啊。没事，查理兄，您贵人事忙嘛，能了解。来，请坐。听说2位特别喜欢到这家餐馆用餐，所以呢，我就叫天宝安排今天的饭局。不必那么客气，让你们破费了。昂哥所要的代理权已经到手了，天天来这里开火都成了。哎，不过还有件事情要跟2位商量，那就是小女的婚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纳采。按照传统，还要选剥洋葱日、捣面粉日。那是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剥洋葱、捣面粉的？我听都没听过啊。这都是那些老爸爸的传统。啊，金城老弟，难道你没听过我查理章是连祖宗都不拜的？是啊，不过这个白酒请客总是要的吧？我这个人呢是很民主的，儿子长大了，他想怎么娶老婆，这个是他的自由。哎 ，Robert， 那你什么时候娶玉竹过门啊？明天吧。明天？这太急了吧？安哥，结婚是要看心情的。我今天心情好，应该可以延续到明天。要不然过了明天，我可不知道我的心情什么时候才会再好起来。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啊！准备什么？什么剥洋葱、捣面粉的 ？Sorry, I'm really not interested. 总之，
我明天开了车就把新娘接走。爸爸，洋人结婚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新郎开车把新娘接走，然后就去度蜜月，干净利落。更何况 Uncle 跟 Robert 都是走在时代尖端的，不受传统的束缚，潇洒自在啊。潇洒自在，好啊，我喜欢这句话。年轻人有前途。这很像话吗？我们现在嫁过去的不是女佣啊，是我们的女儿啊！你怎么可以答应就这样让张家把玉珠给娶过去呢？玉珠已经够可怜了，你怎么可以还让她受这样的委屈？你以为我小吗？啊，你去问问天宝吧，我口水都说干了。哭哭哭，你除了懂得哭，还能做什么？你就为了一张代理合约，就听查理张那只老狐狸的摆布，连女儿的颜面你都不管了吗？如果他真的这样加入张家的话，他以后就抬不起头了。你一个女人知道些什么？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，人家喝的是洋墨水，想做的是洋人的那一套。人家查理章啊，连自己的祖宗都不拜了，你还指望他的儿子来拜我们的祖宗吗？反正事情已经成了定局，你哭你闹也于事无补。你真的想这样，就把女儿给嫁过去了吗？那还能怎么样？不行的，不然那玉珠就这样嫁过去的，不行的，我不肯啊！姐，别再为难姐夫了，他也不想的。查理章父子是被我们半逼半威胁才答应这门婚事。他们巴不得我们取消婚约，你哭你闹，你不让玉珠出门，那就正中他们下怀了。明天Robert来娶不到新娘，他大可以说我们悔婚，从此不再认账。到时候吃亏的是谁？还不是皇家，还不是玉珠吗？可不是嘛！你看看你妹妹，多识大体。姐夫啊，你去忙你的吧，我来陪姐。姐，你别难过了。我不是为我自己难过，我是为玉珠伤心。谁不知道呢？不过事到如今，只好这么办了。我打个电话，叫人家带几套婚纱，让玉珠试一试，好吗？我现在的心好乱啊，秀娟，帮我做好吗？好。二小姐，你怎么都没吃啊？我没有胃口。不吃了，你拿出去吧。嗯。二小姐都还没吃，你怎么就拿走了？二小姐叫我拿走的，她说她没胃口吃。你巴不得二小姐不吃，你好自己躲在一边吃，对吗？哪有啊！好吃懒做的东西，你出去。二小姐啊，你不能餐餐都不吃啊！你看你已经瘦成这个样子了，身体重要，再没有胃口也要逼自己吃点东西。桃姐，有没有月娘姐的消息啊？我今天早上已经去了1次了，可是还是不见月娘小姐。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？我待会再去看一看，也许不用了。如果这是我的命，我就要一个人去面对。你出去吧。二小姐啊，你就看在老天爷的份上，多少吃点东西吧。那我出去了。
人的命，哪由得了自己做主？二太太啊，如果月娘小姐在啊，一定驳你这句话。我知道，这孩子最不喜欢我教他认命了。可不是嘛，男人是人，难道女人就不是人啊？为什么偏要我们女人认命？男人呢，就来控制我们的命。樊月娘小姐啊，就是不认命，才会跟刘一刀从夫妻变成兄妹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刘一刀可是正式的把月娘娶过门，以后谁还敢娶月娘啊？二太太啊，这个世界天天都在变。日本人会投降，是因为美国人载了一个炸弹去炸他们的。听说小小的一个炸弹，把半个日本都炸掉了，吓得日本皇帝啊，赶快举白旗啊！以后的事，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谁知道啊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我从二小姐的房间出来就觉得怪怪的，一直都想不通哪里怪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二小姐的怪是她不像要认命，倒像什么啊？你说她会不会想不开啊？你不要吓我啊！我胡说八道的了。哎呀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二小姐不会想不开的啊，不会的。二小姐，龙眼茶。桃姐啊，你今晚是怎么了？怎么每隔一段时间就往我房里跑啊？二小姐嫌我烦啊？不是，我是替你累。我没事，你去睡吧。我伺候二小姐睡了再离开。不用了，你就让我伺候你吧。也是，过了今晚，你要伺候我，也没有机会了。别那么说，等二小姐回娘家来，阿桃又能再伺候你了。我要睡了。怎样了？好好的。那就好了。就是太好了，我才不放心啊。那今晚多留神点就是了。你也累了，你去歇歇吧，玉珠由我来照顾。吓死人了！三更半夜跑进来干什么？你们没上锁，不是等我来的吗？是啊，我是等你来，就怕你不来呢。既然你来了，我就不让你走。
秀娟，秀娟啊！有贼呀！有贼呀！师傅。 站住！这件事情，你要是说出去，我就说你跟南宫刺通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你还这么大声？你就当是什么都没有看见，那我就什么都不说。我没有哎。你还这么大声，你小声点！别这么